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陈都灵战国袍舞剑为何颠覆大众固有印象？陈都灵这组战国袍舞剑随拍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刷屏，引发大量讨论，并不只是因为好看这么简单。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，不就是美女穿汉服吗？但事实上，当下真正能出圈的国风造型，早就已经不是单纯依赖颜值和精修滤镜的时代了。陈都灵这次的成功，恰恰踩中了如今国风审美变化最核心的一点：大众开始厌倦流水线古风，转而追求真正有文化气质与人物灵魂感的东方审美。6月3日，陈都灵晒出的这组黑色战国袍随拍，没有大家熟悉的繁复珠钗，没有大面积刺绣堆叠，也没有刻意营造仙气的重滤镜。他只是穿着一身极简正统的战国袍，手执长剑，在光影之间完成几个干净利落的动作，却意外让无数网友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古韵感。而这种感觉，恰恰是如今很多所谓古风大片最缺失的东西。过去几年，网红古风审美曾经席卷全网，高饱和配色，层层叠叠的大袖衫，满头复杂发饰，再加上墨皮滤镜与柔光特效，确实能够在短时间制造视觉冲击。但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，太像模板，太像复制粘贴。很多造型乍一看华丽，细看却缺少文化气息与人物灵魂，最终只剩下精致摆拍的空壳感。而大众审美其实早就在悄悄变化，随着国风文化不断普及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接触真正的传统服饰形制，也开始理解古风与古装的区别。如今大家更在意的，已经不是堆了多少元素，而是有没有东方气质，有没有历史韵味，有没有一种自然流动的古典感。这也是为什么近2年去繁归雅会成为国风审美的主流趋势。相比满身装饰的网红风，观众反而更容易被那些克制、留白、讲究气质表达的造型打动。因为真正高级的东方审美，从来都不是靠满取胜，而是靠收。陈都灵这次恰恰赢在了这种审美认知上。她本身一直给大众一种温婉、安静、柔弱的印象，无论是脸型还是气质，她都属于典型的江南系美人，带着一种书卷感与脆弱感。所以过去很多人对她的认知也停留在清冷白月光这一类标签里。可这次的战国袍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固定印象。黑色战国袍本身自带肃杀感与力量感，线条极简利落，没有多余修饰，强调的是人物气场与动作张力。而陈都灵并没有硬演英气，也没有刻意释放攻击性，而是在柔和气质中藏进锋利感。他舞剑时动作干净，眼神沉静，整个人有一种柔骨藏锋的感觉。也正因为这种反差，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新鲜感。真正高级的气质表达，从来都不是彻底推翻自己，而是在原有气质基础上增加层次。陈都灵不是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而是在原本温柔的底色上，第一次让大家看见了她身上的冷感与力量感。这种反差但不违和，才是她这次出圈最大的原因。而且他这组照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真实感，没有过度打光，没有强行制造仙气，甚至连拍摄角度都偏生活化，更像是一组随性记录。可恰恰因为这种松弛感，反而让人物与服饰之间形成了自然融合。很多明星拍古风的问题就在于太用力，恨不得从眼神到动作都在告诉观众，我很美，我很仙。可越是这样，越容易失去古典气质最重要的留白感。反观陈都灵这次，她没有刻意端着姿态，反而更像一个真正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人。其实业内早就有一个共识，颜值只能提供短期热度，
但真正决定明星路人盘能否长期稳定的是气质适配能力，尤其是国风领域，如今观众已经越来越成熟，他们会看形制，会看气质，会看人物与服饰之间是否真正统一。单靠脸好看，已经越来越难支撑长期讨论度。而陈都灵这次恰恰证明了一件事：真正高级的国风表达，不是浮于表面的古装感，而是人物气质与东方审美之间的深度契合。他没有追逐流水线网红审美，而是选择用更克制、更正统、更有文化底色的方式去呈现古风。这种方向，或许才是未来娱乐圈古风造型真正值得深耕的道路。毕竟观众终究会审美疲劳，但有文化气质与古典韵味支撑的美感，却永远不会过时。那么你觉得，如今的娱乐圈明星，是不是也应该少一点堆砌式古风，多尝试这种正统简约、真正讲究气质表达的古风造型呢？